就中国政府应该把挣来的钱花在什么地方呢？提高普通工人工资，改善医疗，加强养老。也就是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长值的比例已经到了30%，但是在全球消费，中国只占13%。我的当时的总理温家宝就警告过，说中国经济正在变得不可持续、不平衡。大家好，我是吴薇，欢迎回来大声。我们上一期的关于中国经济的节目呢播出以后呢，朋友们、观众们反馈都非常热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会多说经济问题。看来这个跟每个人的利益相关，大家确实很关注。也有不少观众在留言的地方留出来很多好问题，也提出来一些观点。先说批评的部分，有的呢就说Zoe 刘博士他的一些政策建议的部分，他们觉得不同意，认为对中国的这种态度过于软弱了，认为是熊猫派。当然这样的讨论我上一期节目的结尾说了，Zoe 他非常感谢，然后他其实已经很高兴的同意要来参加我们大声访谈了，所以敬请大家期待，希望在9月份哈。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观众提出来说，有很多中国经济的具体问题需要听到更切中要害的解答。中国经济确实是庞大的、复杂的。Zoe 其实上一次也说，他和很多经济学者聊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就是说研究中国的问题呢，大家都有点瞎子摸象的感觉。就是每个人会专注在自己的一个点上，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也非常理解这个每种观点，每个学者他会有不同的切中点，他会有不同的角度，而中国的问题那么多，我们观众和每个人自己关注的点也不同，所以也是我们大声要引入更多的观点，引入不同的研究框架，引入不同的学者他的分析的模式，这种框架模式和更多的经验的这种分享，其实我认为很重要，就是可以开放大家的思维，把我们从我们熟知的一种思维模式里拉出来。尤其在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墙内我们不能好好谈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有哪些中国经济的困境，其实是没有媒体可以有自由机会去开放讨论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墙外或者海外的分析师经济学者政策建议专家他们肯定要基于他们自己本土市场的利益和人民的经济利益考量，来提出他们本国的一些观点和建议和分析的。所以可能中文的观众就会觉得，哎呀，要不然就是不太懂，要不然就是不过瘾，或者不够贴近。那我们大声我希望能做的呢，就是我们从来自简中的这种背景和社会生活的痛感出发，我们把它放到一个更全球化的、更普世的、更系统、心平气和讨论问题的这样一个思维结构下面去，但是我们尽量去接近大家的关键问题。说了这么多，我也想还再说一句，就是请很多观众要明白，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并不是说要仅仅提供一种情绪发泄的管道，而是希望展现一些思考和观看中国问题的结构体系，而且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你们听了不爽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呢是值得了解的，因为它是外部世界目前正在进行的思考、讨论和知识分享。好，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呢，我今天就再讲一篇关于中国经济最新的文章。这篇还是来自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杂志，而且是最新的文章，是9月号的。作者呢是 Aaron L. Freberg， 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也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这篇文章说实话，我用英文读的时候呢非常爽，它不是我们网络上说的那种爽文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大学的学者，你能看出来他的文笔非常的干净利索，不多说话，也不掉书袋，但是他句句话切中要害，能看出来他是非常了解中国的这些政策、贸易领域、欧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痛点和关键性问题的。所以这篇文章我要一个是基本是要全文的给介绍一遍，不是很长，而且它文笔干净利索，但是我也会补充一些信息。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 Stopping the Next China Shock: A Collective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Beijing's Mercantilism， 有点长，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要阻止下一次中国冲击，应对北京重商主义的集体战略。重商主义是什么？我接下来会专门讲一下。先说这篇文章的立意，这个 Friedberg 他开篇就说了，他说离第一次所谓的中国冲击开始已经有25年了。当时的中国冲击就是 China Shock， 发生的情况是出口快速增长，扰乱了全球制造业和工业部门。25年过去了，他说北京再次开始向全球市场涌入大量受到巨额补贴的制造品和材料，这些包括呢从金属到纺织品到更先进的电子产品，还有电动车、锂电池和半导体。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些产品的大量涌入威胁到了新兴技术部门的稳定，并可能破坏在这次 COVID 疫情之后呢各国采取的降低风险的计划。而且这种所谓叫后疫情的降低风险计划，它的目的就是要将本国的产品供应链转移出中国，以减少自己对中国的产业和劳动力的依赖。同时呢，他说在发展中国家，新一轮的廉价进口浪潮也会扰乱这些发展中国家本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计划。等于他是开篇就把来自中国的大范围的产品和生产力涌出在全球造成的威胁说出来了。他说其实根据现在西方流行的经济和贸易理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几乎是没有选择的。他要是根据符合经济贸易理论的思维方式，他是必须要往后撤的，他不可能再让中国这样出去倾销和输出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自己的经济已经变得失衡，而且已经非常危险了。他给了个数据，他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长值的比例已经到了30%，但是在全球消费，中国只占13%。这种假设的最大错误就是期待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官员们用西方经济学家相同的方式来思考中国经济。所以这个 Friedberg 他就说，你们这么期待中国领导人会按我们的想法，按照经济的规律去做常理性的政策决策是错的，这是你们最核心的错误。所以他说，马上他就又提出来，他说要理解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的最关键一点是要认识到他所有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权力，而不是给国家带来繁荣。他说他肯定习近平会继续推进他目前的这种工业政策、出口政策，而把全球工业力量集中在中国，即便这样的政策选择意味着可能会引发与其他国家的灾难性贸易冲突。因此呢，他提出来，现在西方的发达工业民主国家和全球这种所谓的南部南方国家 The South 和发展中欠发达国家就有了一次挑战，因为是共同挑战，也就反而变成了机会，就是发达国家、民主国家要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一起干嘛呢？一起形成一个联盟。他说，但是中国的重商主义，这种主义如果一旦加剧，它所引发的问题会更大，以至于就是任何一个单独国家都无法持续的面对。说了这么多，首先赶紧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重商主义，这个 mercantilism 这个概念哈。其实重商主义呢是一个经济理论和政策，这个词首先来自于一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亚当·斯密他本人是提倡自由放任主义的，他是反对这个重商主义的。这个概念呢，其实最早是广泛存在在是16到18世纪的欧洲。说白了呢，这个重商主义它呢主张国家要通过严格控制经济活动来
增强国家财富和权力。它的核心思想呢，包括几个方面，我们快速讲一下，因为不是经济课程，但是观众们的经济背景可能大家不太一样，所以我快速讲一下。其实重商主义一般来自几个概念的方面，重商主义的核心思想呢，就是几个方面。一个是认为呢，国家财富要来源于金银储备，他认为国家的财富必须体现在拥有的金银这些贵金属的数量上，因此呢，国家应该尽量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这样能保证自己家里的金银不流出，而要把别人的钱金银财宝流入。第二个，它的核心概念就是说要保持贸易顺差。重商主义呢，鼓励国家追求贸易顺差，就是说要出口大于进口。这种战略呢，被认为是可以确保外国钱流入哈。我刚才说了，他认为一定要增加自己国家的财富。第三个，他们的核心的想法就是认为要有国家干预主义。什么意思？要国家干预经济，政府一定要积极的采取措施来干预经济，保护本国的生产和贸易。比如说，要通过征收关税、提供补贴、设置贸易垄断等手段，保护自己国内产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第四个呢，重商主义认为要殖民扩张，他认为要通过控制殖民地来获取原材料和扩大市场。而殖民地呢，就被认为是本国经济的一个延伸，为母国提供资源，并成为它的商品市场。还有，他们认为要控制资源和制造业。重商主义国家呢，通常会试图呢去控制战略性资源和关键的制造业部门，来确保自己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在现代国家，因为刚才说了，这16到18世纪的欧洲，能想象当时的社会贸易和经济发展的上下文哈。当然，在现代，其实这种重商主义仍然存在，基本的表现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对外新的重商主义政府呢会推行贸易保护政策，也就是说对外国的产品进口施加高关税。对内呢，重商主义政府的权力大肆扩张，会干预自由经济市场。普遍的西方的经济学也认为呢，就是重商主义的很多政策太狭隘，因为它忽略了自由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长期利益。但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在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里都有重商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强调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当然，现在这个 Friedberg， 我没有请教他哈，我以后有机会可以问他。他在这个文章的标题开篇就用了这个词呢，我认为他是延续了这个传统经济学的对这个重商主义的概念的，也结合了现代观察中国这么多年的贸易政策措施。其实观众一听也觉得很熟悉。他说中国真的用了一个不太好的词，用了 demon， 英文 demon 就是恶魔啊。他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速度恶魔。他说在过去的30年里呢，中国一直坚持以一种净出口制造品和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为基础的增长目标模式。它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增长，又快速吸纳了中国庞大的储蓄。这 Friedberg 他说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呢，第一次就向全球经济释放了他们自己的中国制造出口浪潮，但是就导致了其他的工业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制造能力和就业机会的损失。这个中国的这个变化呢，又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呢，认为就是经济进展、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的来自全球化发展中间的一个互惠过程。所以呢，中国就获得了这样一个出口的机会，而且把中国拉入 WTO 全球化体系也是美国主导的，美国帮中国进入的全球化体系，说白了是美国打开了中国产品向全世界出口的大门。在这个点上，中国真的是应该感谢美国。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慨，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现在这么有针对性的反美。他下面自己就会说，这是个打脸型的预计哈。他说西方分析家都预测随着中国进入国际贸易体系，中国将不得不放弃它的国家主义、扭曲的市场政策，
才能履行加入 WTO 时候他对世界、他对美国、他对 WTO 组织做的承诺。而且当时他说，全世界的人们都相信，随着中国的经济自由化、民主改革也都很快随之而来。但是他说，显而易见，所有人都看见了，这些预测并未出现。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也就是2000到2010年期间，中国继续利用补贴、市场准入限制、货币操纵和其他经济工具，通过在价值链上追赶更发达国家，扩大其制造能力，还在钢铁和太阳能板等传统产业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全球市场份额的方式快速增长。而且他说，虽然呢这个方法呢一下子就见效了，但是中共的这些经济规划的人也意识到，如果不改变策略，最终呢中国会淹没全球市场的，而且呢也会降低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并产生危险的经济泡沫。其实他说2007年当时的总理，中国的当时的总理温家宝就警告过，说中国经济正在变得不可持续、不平衡。2年之后呢，他说北京自己也承认了，已经在6个由国家主导的重工业领域产生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就是 overcapacity。 哪6个工业呢？包括了水泥、钢铁、风力、涡轮机这几个重工业行业。他然而08到09年这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的出口需求其实有崩溃，可是中国没停，中国还在继续依赖它这种已经驾轻就熟的模式，继续呢将国家储蓄进一步转向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现有产业中创造了更多的过剩产能，降低了投资回报，并使自己的债务加剧。他说2015年北京又推出这个China Made 中国制造2025，我们上一集节目聊过了哈，目的就是占领国内外市场中包括工业机器人和电动车等先进产品越来越多的份额。他说这个最近2024年4月南华早报有一个根据政府消息 source 来的一个分析，说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计划到目前已经实现了所有的规划目标的86%，就是中国这个目标实现了。他说这样技术和工业的升级其实代价是很巨大的，中国在公共补贴上超过了所有它的外国竞争对手，但是他的付出是什么呢？巨大的公共补贴，而且他专门放松了在环保方面的一些法规，中国自己付出了环保的代价，也鼓励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通过债务推动优先产业的投资，就所谓的因为要扩大行业投资，所以不惜快速的增大部门债务，对吧？他说这种方式导致了国内工业竞争的混战，造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并使中国的总债务达到了 GDP 的300%以上。2021年北京呢自己也有房地产泡沫的这种担忧，确实也收紧了对建筑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但是这些随后又加剧了疫情之后中国经济需求和经济信息的这种急剧下滑。关键问题都出来了，就是短期内、长期内到底要怎么维持增长。但是他说基于现在的现象看出来了，习近平目前的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还是要增加制造业投资，再来一波大规模出口，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要出口。接下来他就又说，他说那么面对新一轮的中国出口浪潮呢，欧洲和美国官员呢其实已经有很明确的指责，他们认为呢北京政府是在故意培养工业过剩产能。当然中国政府肯定是不屑一顾，嘲笑这种说法，大肆批驳，说西方的这种指责呢是要掩盖他们要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动机。习近平本人也断然否认中国存在所谓过剩产能的问题。他说来自中国政府的这种对过剩产能这个术语的这么高敏感度的反应呢，反而揭示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本质，
他说，在与西方自由派同行的对比中呢，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主要关心的不是追求效率，或者单纯为国家整体的福利提升。他说，他们的特征就是重商主义的列宁主义者。他说，这样理解中国现在的政府，你就理解了。那么他说，认为重商主义列宁主义者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获得和行使政治权利。他说，他们的政策都是要维护中共在国内的主导地位和控制力，然后要将中国通过提高自己国家的工业技术能力，把中国转化为世界上最具生产力、最有创新能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他说，所以这样你们就能理解和解释了北京每天到底正在做什么，以及它绝不做什么，你们就能理解了北京政府的所有的决策考量。他说，大量西方学者还有一些中国同行呢，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国内投资唯一可接受的替代方案应该是增加消费。就是说，中国困境你们不是要解决增长吗？你们只能扩大消费。而且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中国家庭消费就只占 GDP 的37%，而这个数据美国是多少？68%。上一期节目我底下有评论也提到了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个 Michael Pettis， 他有一个估计，他说中国一定要把 GDP 的10%到15%的钱重新分配到个人消费品和各社会福祉方面，这样才能维持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个健康增长。这钱花到哪儿呢？说白了，就是中国政府应该把 GDP 挣来的钱花在什么地方呢？提高普通工人工资，改善医疗，加强养老，这些方面一定要把政府挣来的钱向家庭转移，才能实现你真正的社会福祉。可是他说，习近平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关于权力，而不是繁荣，所以中国一定不会走这条路的，因为将国家财富的大部分转移到普通公民手中，就会削弱中共的权力。这是他文章里原话。国家富，你老百姓要富吗？就是国富民进，国富民富，这是发达的路线。但是这样的话呢，就会削弱中国的工业实力和中共的相对权力，这样就没办法干嘛了呢？没办法进行军事扩张和通过以打仗为目标来做紧急扩大军备生产。他说，这样中共肯定就会失去了他自己在地缘政治方面通过可以快速整合资源来替掉世界上很多的供应链这个方式，他就没办法在地缘政治中获得主导权了。也因为此，与其承诺自由化改革，他认为习近平一定会依赖所谓中国的新生产力。什么意思呢？就是来加速中国已经扩大了并过剩了的制造力量。他说，其实北京现在正在部署更大范围的补贴，根据行业不同估计是经合组织国家的3到6倍这么大范围的补贴。他说，这样的动作的目标是在竞争对手做出反应之前，在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无法被竞争的地位，以及在太阳能技术、电池和电动车这3个中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的行业里，继续长期占据主导。而且在其他已经有长期主导的行业中，中国也没有放松，比如说采矿、纺织业、造船业。相反，他说，中国官员现在可以自豪地声称，中国是唯一一个在联合国所有贸易类别中的生产产品能力全都具有的国家。说白了，就中国我们可以产世界上所有的产品。他说，北京的目的一定是自己要涌入全球市场，然后要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而且要加强他们认为的海外竞争对手的这些瓶颈产业的控制，包括什么呢？低端半导体、关键矿产。他认为这些呢，中国是可以卡住西方的脖子的。他说，中国的官员一定是这么想的，中国要想实现自给自足，防止西方技术对中国的封锁，就必须发展制造业。他说，还有呢，
他说，习近平一方面试图增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杠杆作用，同时他还努力削弱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杠杆。从长远看，中国现在压注在了人工智能、计算机技术和其他新兴技术的突破上。他说，这样呢，短期确实会增加中国的生产力，推动增长，而且会使中国的公司主导全球的新产品市场。他比如通过超级充电科技技术，中国的目标现在就是要超越当前几代军事和情报系统，甚至要超过美国的能力。他说，这样中国的这种愿景和模式和动机的话，是有多么的危险呀？他就开始预警了。他说，如果这些计划成功的话，中国将能够锁定持久的优势，形成工业力量的危险集中。他说，他们的制造业盈余已经接近全球 GDP 的2%，而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涨的。他说，很快美国和盟友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中国，生产商业产品和军事系统所需的产品都要来自中国的生产力和制造系统了。他说，而且这样中国模式的损害还不仅仅限于工业化发达国家。虽然北京经常声称呢，它的经济发展是有助于和它志在帮助经济落后贫穷国家的，中国老说跟世界南方站在一起，但他说其实的情况是，中国市场、中国工业、中国公司已经在吞噬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中国试图保持对不发达产业和发达产业的控制，来实现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全面控制。而且他说这样呢，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关闭了自己走向工业化的路径，比如说一些非洲国家，他们自己没办法工业化，然后呢，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最后就会沦为中国制造机器、提供原材料和进出口成品的这么一个管道和工具。菲伯尔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结成贸易防御联盟。他说这个概念呢，他会继续讲，但是是他基于跟来自亚洲的一个经济学家2个人的想法共同提出来的。他说，这样结成一个贸易防御联盟以后呢，就会让拥有市场经济的国家保护自己免受中国这种掠夺性做法的侵害。他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阻止或遏制即将到来的第2次来自中国的冲击。他说，欧盟反垄断事务官员，这很有名的一个女官员，来自丹麦，叫玛格丽特维斯塔格，她是唯少几个认为必须采取联合性强硬措施的一个官员。他说，你看，他就曾经公开承认过，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是个系统性问题，必须通过系统性应对来解决。任何不用协作和全方位合作的手段，在他说都是打地鼠式的，而北京一定会规避特定行业的投诉，然后通过无休止的对话来拖慢这种遏制，然后逃避来自世界的压力。他说，你要单独行动，这个砸下去，那个立起来。他说，为了使这个联盟有效的话，美国和欧盟必须参与，至少有15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一半加入。他说，这个经济体当然排除中国，中国已经第2大了。他说，最有可能的现在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日本、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和英国。这篇文章后面呢还有很多技术政策呀分析，还有呢就是自己想的比较多哈，就学者进入了自省模式，就认为如果建立这样一个同盟体系呢，第一会不会违背之前承诺的不歧视原则呢？美国肯定会面临来自中国的这样的指责。第二呢，也要防止中国的各个击破，所以在具体关键的产业一定要做一些根本性的调整。他就反复说，北京呢无意会对这种防御联盟的形成做出报复的。他说，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将继续是全球需求的主要来源，大家不会缺杠杆的，只要共同努力，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就应该拥有抵御中国压力并维持自身繁荣所需要的规模、技术和资源。到这里呢，我就可以简单收尾了。
这篇文章呢，原文我们贴在那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把免费版本也放在那里。其实呢，可能我知道这一期节目听下来呢，很多朋友会很喜欢，认为这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学者强有力的政策建议，肯定也有很多观众会相信中国制造，相信中国必须繁荣强大和在全世界占霸主地位的人，可能就会觉得你们这在干什么？这就是西方联盟要卡中国脖子，阻止中国崛起的铁证。不管怎么说，我再说一遍，这是一篇来自一个学者的公开的学术讨论文章，他自然地提出了政策建议。政策建议不等于政策，中国一般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说大家公开讨论，然后学者政策建议可以被公众讨论。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讨论范围，我们在大声希望有，可是千万不要把我念的一篇文章就认为这是西方都这么干了，就要去卡中国的脖子了。各种讨论，我以后还会再引入更多新的观点。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